周末过得如何啊？我应该准备一下直播，应该是9点才会正式开播，先准备一些素材，就是我看到的东西先准备一下。不错，我今天也去爬山，也不算爬山啊，走走步道还不错。刚好没下雨，听说下礼拜就要那个了，好像又有什么封面要来，好像又会下雨。周五3037星星涨停，是不是？就说不要卖了，真的假的？我一讲就涨停，我不是我买的，不是我买的，我不是大户啊。那你应该还有拿着吧？下周二转湿冷，对啊，难得现在天气好，要多多那个3037来看一下，我看一下，真的哎，我的天呐，真的哎，哎，你上次跟我讲星星还不是？你上次问我是3037吗？忘记好像是吧？续报哦，对对对，你上次就问我这档嘛，哇，哎不要卖啊，这种不要卖，拿着拿好拿好，好扯哦，恭喜你哎，哇，那你运气很好，一喊就涨停，还是你已经报很长，应该报很长一段了吧？好好抱着，肯定有回报的，而且它这个涨停锁死，肯定开盘会再来，他直接帮你那个发那个年终奖金呢，1802台波也涨停，有好像有看到有人在讲台波，好像有看到，只是台波我不知道为什么涨停。那不是做玻璃的吗？是吗？台玻是做玻璃的吧？看一下1802玻璃，我就没什么研究，玻璃凭什么涨停？不会台玻你也有吧？
哇，大家都手上填那个红包拿好拿满，好好好过年嘞。小云，你有在用脆吗？THREAD Trades 没有，可以去注册一下脆啊。年轻人叫脆啦，我不知道会不会用。那你都用什么看一些什么社群媒体？就是脆还蛮好用的，就是可以看一些股票相关的东西。以前人应该都是用那个什么，以前应该都是用那个什么，你都用 YT，脆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消息耶。那我这次直播也蛮多东西是用脆去找一些题材的。我在看 D 卡跟那个什么，看不完，确实啊，这些东西看不完。但脆的消息是真的蛮灵通的，应该说它的搜寻能力，我觉得蛮好，蛮简单的，就是蛮好就可以找到一些题材，而且里面上面也蛮多大神的，但不一定跟你的策略会有关系啊，所以社群媒体也是要好好运用啊，因为不一定有一些那个社群媒体打开就是要开始开战了。觉得周一大盘指数会拉回，这个是什么感觉呢？谁给你的这个感觉呢？短期的这个猜测，其实我看不出来啊，就是我不会去猜跌，除非美股发生了什么。没天天过年的，确实啊，也是这样一路往上喷射、欸。但我觉得小波动，我是觉得就不影响啊，就是拿着就好，不要去猜涨猜跌，好好拿着才是最棒的策略。因为台股很多隔日冲的啊，所以也不见得你那边动来动去就可以刚好闪过什么什么。8:49，可以聊到9点，9点我再开始分享。2026年1月17投资账户就嗨嗨，红鱼帮又来了，红哥你好，现在我要把你叫红哥，下次看到红哥那个聊天室自己问好啊，没有问好的我一个踢出去。红哥今天有打球吗？
我今天有运动，我今天去爬山。没有，今天天气很好哎、你看上面那个什么小云说下周二就要转湿冷了，就不一定好打球了。今天没去打球，没人冷，然后没人跟你打哦。哎、打球我今天看到一个很扯的哎、其实现在可以跟你分享，不知道能不能分享。看到一个那个什么中信的，我看那个暴扣哎、有点吓烂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翠？我忘记叫什么比赛了，整个这样起飞哎、冷都在睡。你打那个早上6点，到底要用什么意志力爬起来？有魔术？什么魔术？什么魔术？那个不知道是大专生的比赛还是什么。我看到那个，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看，就是已经也找不到了。可是今天看到有刷到，有看到的话再跟你分享一下。哎，你有看到吗？还是你有看到？是魔术队4vs1，我不知道我跟你讲的是不是同一个，但我现在找不到。哦，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但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登。这个登翠是可以的吗？我不知道哎、翠上很多，我觉得不太能看的哎、是不太好啊。不管，等一下，等一下，完了，忘记密码了，真的忘记了。直接忘记密码。几分？53分，53分还可以再皮一下。NBA 魔术 VS 灰熊啊，我不是看这个，我是看台湾的，看我们看的略有不同，略有不同。好啦，等一下还是要来聊投资啊，等一下还是要聊一聊投资啊。哦，先看能不能登录。这个登录不知道好不好、会不会看到一些不该看的？我这个直播还是要守规矩的。
但我这样截图确实蛮麻烦的。来，找到，看一下，这个太过分了。来，台师大28分，中信学院27分。来看，他直接这样飞过去哦，这样画质有点差了。棒！我靠，哎，这个是大专生哎，大学生哎，从这一步，蹦蹦1、2，直接上，超干净。咚咚棒！哇啊，看完了。这是一个投资频道哈，我们今天不是来看篮球的，但是我今天看到这球还是有点瞎烂。那看起来很高吗？我不知道看起来几公分哎，但这个过分吧？啊，好了，等一下还是要讲投资，跟洪哥分享这个灌篮啊。你也知道这个吗？张俊生，那个洪哥，你有在用脆吗？还是没有？不知道THREADS，IG 跟脆啊，但我的好像受众普遍好像比较少在用。刚问那个小云，小云也没有在用。小云，你有在用脆吗？哎，小云刚问过，他说没有。这里面可以看一些投资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去点什么东西，它就会分享你什么东西，所以我不太敢用啊，搞不好我点到什么漂亮妹子赞，他就一直推荐我当漂亮妹子，我的那个直播不好做，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但是我应该是没有去点什么大奶妹子，应该是安全的啦。来看一下，先划一下翠，头发真的很重要。伟影科技 Win 尾牙晚会现场，席开424桌，要修。好，第一个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个是大家知道野村是什么吗？野村是台湾的那个外资的券商，野村，那应该知道是什么吧？他们今年尾牙超过分，一人发一只 iPhone Pro Max 17，iPhone 17 Pro Max，每个人发一只啊，赚昏了。我外资在台湾已经赚到一点赚昏了，有吗？大家知道什么野村吗？野村投信，对对对，野村投信，一人发那个一人发一只 iPhone 17 Pro Max 我都不知道真的假的。你看我这是吹看到的，看一下网友的，就不说公教新制退辅的权，都是由野村投信操盘，而且盈亏公教人员自负。哎呦，这他怎么知道？哎，今天好像考学测还是明天？反正最近要考学测，好像学测也蛮多人在讨论的。今年尾牙居然请了乐天女孩，除了上台表演还可以合照哦，乐天女孩哦，真的太狠了。好了，开始差不多了，8:59，8:59，做好了各位，今天要分享有料的了，也没有了，跟大家聊聊天了。声音应该是正常的吧？声音应该正常。哎，你们尾牙吃什么？可以分享吗？你们尾牙吃什么？先跟大家聊一下天好了。我尾牙吃续集，然后抽到1000块，就这样。好像，但我们也没有很认真、很正式的在抽奖，就是吃续集，然后抽，好像是那个2张的那个什么，那个西提吗？还是什么的券啊？不然就是那个不是2张西提的券，或是就是1000块啊，我收到1000块，续集还不错吃，还不错吃。
有吗？有人要分享尾牙吃什么吗？红哥，你有吃尾牙吗？没吃，公司太差，呵呵。你股票赚那么多钱，自己办一个，对不对？哎，小鱼，你有吃尾牙吗？阿利海，阿利海是什么？等一下，阿利海是吃到饱吗？还是那种板豆？哎，阿利海没听过哎，查一下，我查一下阿利海是什么？阿利海，阿利海百汇餐厅是这个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应该是吧？哎，Hello，玉婷安安，我们现在在讨论那个尾牙吃什么？阿利海有吃过吗？玉婷，阿利海啊，9点了，但是我还是蛮好奇阿利海是吃什么？桂田酒店阿利海百汇餐厅，我靠，很好哎，股票赚钱，公司尾牙又吃不错啊，有抽奖吗？有抽奖吗？阿利海在哪里啊？台南市只有一家吗？好像只有一家哎，好像只有一家，对，看一下看一下，哦，有料哦，好好好，OK，了解。羡慕了，我们没有尾牙，真的假的？那个红哥也没有哦。我在超慢跑，回答比较慢。哎，那个好像听说那个什么超慢跑也是一个最近很流行的那个减脂方式。哎，礼券，全联礼券吗？还是什么什么那个还不错啦，有抽东西都还行。好了好了，9:01了，不能再嬉皮笑脸了，要开始了。先分享什么呢？好，先分享我的投资账户记录好了，就是现在是38909，然后账户市值啊38909美，也没什么变动。然后这是我的投资计划的改变，就是我原本的投资计划是做那个我贷款的钱是放在 SGOV，然后就是定期定额拿去买那个 SP 拆了，就是我基本上是我其他钱就是放 SP 拆了。那 SP 拆了就是3倍的那个 SPY 做多，然后我现在就是原本的策略是这样，然后那个 buy the dip 就是 BTD 加 DCA 投到 SP 拆了，就是定期定额会卖掉 SGOV 买 SP 拆了，不然就是 SPY 跌1%的时候，我也会把 SGOV 卖掉一张去买 SP 拆了。原本的策略是这样，啊，今年我有改变策略，就是这个策略会一样继续做，但是我把一半的 SP 拆了钱拿去买10档，就是我最看好的2026的股票的美股，就是2026的美股。好，那看一下，先看一下台股好了，台股就是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喷射，要求贵，台股大喷射，那个大家知道台积电第4季的财报已经开出来了吗？大家知道吗？台积电的财报，我现在找资料都不自己去找，我就用这个翠来找好了，我用翠找给你们看。台积电财报啊，台积电第4季的财报开出来了。大家知道财报六五是什么？大家知道那个台积电台股的财报是几月几号要发？大家知道吗？大家有个观念吗？有个概念吗？台股财报发布日就是它是有个规定的，这个是季报了，台股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有几个时间要去关注这4个，发在聊天室。这个是台股的财报日，就是季报的话呢，第1季的财报是在反映的是1月到3月，1月到3月，
1月1号到3月31，那就是5月15号前，你要公司就是所有公司都要发布完第一季的财报。那 Q2 呢，就是4月到6月，4月1号到6月30号的财报，在8月14号前要发完啊，是可以提早发，但是不能比这个时间更晚。那 Q3 的财报就是6月1号到9月30的话，就在11月14号前要发完啊。第4季的财报呢，就是9月1号到12月31号，要在明年的3月31号发完啊。这个财报呢发出来后，也会发一个年报，年报就是一整年的所以这4个就是台股的财报日，要记一下。然后可以看一下台积电的财报，来重点整理，哎呦这么好，还有重点整理，看一下。这个是综合损益表啊，上次有带大家看，应该有看过财报了。2025 Q4，这个好难看哦，有人发好那个整理好的？算了，大家都整理的蛮差的，所以真难用，大家不要用了，看这个好了。Q4 毛利率超过53，EPS 创新高。展望 Q1 淡季不淡，资本支出上修到560亿元。现在因为大家要抢那个什么资料中心，那个大家那个基本上所有的什么半导体啊，或者什么一些记忆体公司，他们的资本支出现在都是往上喊的很高。资本支出就是公司要投进去投资那些厂房设备那些钱。然后法说会以涨高，以涨多勿追高，等待拉回再布局啊。这个听听就好。啊，刚刚讲到哪里？反正台股，我觉得台积电开的那么好，高几率啊，2000块指日可待。看一下台积电有没有引领着大盘直接向前走，完全没有要退的，然后跟那个台股涨一模一样。然后台股还是先来看一下，看0050啊，看0050好了。上次拉的什么图都要偷跑掉了。这里均线的话，目前看起来一样，20日抵扣价在这里，60日、120日都在下面，然后价格一路向上飙，然后3个指数都是往右上方运行的，所以完全没有压力。然后密集成交区在下面这里3个密集成交区，这里都还没有密集成交区哦，所以目前看起来行情应该会持续向上走。台股4万指日可待，所以台股现在看起来是一片光明啊。那我们看一下 SPY 好了，SPY 就在这里就开始抖了，没有直接冲上去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不要拉这个好了，拉那个成交量分布就好。因为目前一样，它也是在创新高啊，所以我觉得拉那个抵扣价那个没什么意义。这大部分都是在下面，就是密集成交区都在下面，上面都是蛮零散的密集的成交，所以大部分的那个大家的成本都在这里。然后价格也比3个抵扣价还高，所以一样价格目前均线也都往右上方运行，所以看起来也是没有压力的，会继续向右上方运行。QQQ 的话呢，看一下。等一下，我都用到周线在看重新，我怎么会看周线？等一下，我是都用周线在看。哦，刚没发现我在拉周线，但我觉得那个图怎么跟我拉的不太一样？等一下我重拉一次。难怪我想说，我在干嘛？我怎么连指标关掉了？重新。先看一下0050，先看一下0050。大家都用什么看盘？都用那个什么三足股市？我推荐的三足股市有人用吗？大家应该都是用手机吧？
我这也可以试试看用手机操作，然后只是我那个手机的画面就要印在上面，不然大家会看不到。我还再研究一下怎么投影，然后看一下0050的话，目前密成要去在这个6162吧，还很远，然后价格都在3根均线之上，20、60、120三根均线之上，然后抵扣价也都在比现价还低，所以目前就是没有压力继续拿着。哎，这是0050吗？对，0050。然后 SPY 就走的比较小崎岖一点了，但是我这礼拜又犯了一个错，因为我是做那个 BTD 跟 DCA 嘛，就是我 DCA 的日期是定在定期定额日期是定在每个月的第3个礼拜五哦，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昨天，但是我又忘记了，我真的很容易忘记买股票，就定期定额设定下来的话，真的很容易忘记。然后看一下 SPY 密集成交区，看起来在这里有一个680，然后这里呢670跟这个660这3个关卡可能是支撑，这3个是支撑。然后目前价格也都比3条均线还高，然后抵扣价的话也都在左下方运行，都比现价还低，所以 SPY 还是没有压力的。那看一下 QQQ 就已经看起来已经抖有点久了，还没抖上去。但是这个也可以理解啊，因为那个什么 QQ 的那些科技股，现在大家就是觉得就是有点担心那个科技股的那个估值太高，所以大家其实都还是很害怕 AI 泡沫的。但是我现在自己的看法啦，我是觉得不会有那个泡沫啊，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会那个魏哲嘉也说了嘛，对不对？他说目前呢，大家都是那个资本支出都投入很多，而且是真的那些订单都是有拿到的，所以我觉得目前 AI 还没落地，但是大家都已经下去投资了，我觉得这个不会是一个泡沫。目前啊，就算泡沫可能也是几年后的事。看一下 QQQ 的话，密集成交区目前就站在密集成交区这边，620还在这边抖，还没抖上去。然后目前一样20跟60均线都还没交叉，快交叉但还没交叉，我就觉得应该差不多要往上喷啊，不知道还会再抖多久，再抖一抖应该还是会往上喷。然后现价的话比20NA 高，但60NA 在下一周呢就往上冲，所以可能这个黄色线会变成压力，把这个现价往下带一点，不知道会不会交叉，交叉就不太好了，那还是比120NA 还高。但这个往上走，会往下掉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就会创新高了。QQ 一样再拿一下。好，那看一下美元，哎，美元现在慢慢的在走强，哎，等一下，美元好像要走强了，看这个线型的话，先把这个200日关掉好了，200日有点烦。目前已经完成这个 EMA 20跟60的交叉，然后目前现价的话比20NA 的抵扣价还高，所以这台白色的20NA 是朝右上方运行的，60NA 在这里也比60高，所以这个黄色线也是60NA 目前也是支撑哦，可能会把价格往上顶，但60NA 在几天后，下礼拜应该还是5天后应该还是会还在下位。120NA 会从这里掉下来，哎，美元现在就是一个底部了，这里高几率可以这样跳起来，高几率可以跳起来。美元走强的话不太好，对投资不太好。但是美元如果真的要走出一个行情啊，我觉得还是这里要过啊，这条线是多少？100美元指数 DXY 100要过的话，我觉得往上冲，美元就会走强了。然后前几天有一个观众问我为什么都只投美股，对不对？问这个问题，我今天就在做影片跟大家讲，之后可能大家几个礼拜会看到这个影片上传。好，那看一下金价，哇，金价也是，看一下黄金也是不得了。
哎，黄金就跟我这一次2026年布局的资产有关系了，就是我有布局一个黄金股，哎，是一个吗？对，应该是一个，我有布局一个黄金股票，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对美元还有那个川普的那些政策，就是他去弹劾什么那个什么美联储的那个什么鲍威尔啊，是吗？很扯哎、他去用什么司法审判他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新闻？然后加地缘政治，然后再加上什么对 AI 的泡沫，或是美元走疲软，这个全部对金价都是有利的。所以你看，美元算是一个很大的避险资产了。你看美元走了多好，美元现在这一年可能算是走最好的资产了。你看它的低位的那个压力在这里，307左右，然后上面就是这样一路往上冲，所以美元蛮扯的。好，那还有什么要看呢？哎，忘了看一下忘了用经济数据了，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帅脸。给大家再看一下美股的经济数据。可恶，他每次都改版吗？为什么每次用那个经济数据我不太会用？哦，筛选器。等一下，前面又跟你们聊天聊太开心，又忘记用这个经济数据了。美国，OK，然后高，本周来我们看一下本周的经济数据。怎么那么多广告啊？本周的经济数据呢？消费价格指数 CPI 预期跟前值都是一样的。然后新屋销售是我房地产我还好，反正核心 CPI 预测是0.3%，公布值是0.2%，不错，比预期的还好。然后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0.1，没有预测，看一下初请失业金，人数变少哦，目前大家都有工作了，所以现在的那个经济数据这周看起来是还不错，这周看起来不错。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周有什么要注意的。下周一美股没开盘，我真的是我礼拜五忘了买股票，下礼拜一又不开盘，又要教训我了。真的每周五，每个月的第3个礼拜五都要买，每次都忘记，可恶，要怎么想办法让自己记得，很烦欸。好，看一下 GDP 预测4.3%，前值是3.8%，然后等看公布多少。然后核心 PCE 指数，PNI 下礼拜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些数据。好，那看一下，我的那个账户记录，要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开盘？说什么时候要买股票？我是自己定期定额，没有自己规定啊。我自己规定就是每个月的第3个礼拜五就是我买股票的日期。每个月的第3个礼拜五，我自己是这样设定的。你可以设定自己每个月的哪一天，你就自己做定期定额。然后还有那个 BTD 就是什么 Buy 的 D 就是 SPY 跌1%，我也会进去把 SGOV 卖掉一张换 SP 拆了。好，那接下来，还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看到的图好了。这个刚刚分享完了嘛，就是野村证券的那个尾牙，每个人发一只 iPhone 17 Pro Max。iPhone 17 Pro Max 到底一只多少钱啊？我今天去查了一下，是4万块吗？是4万块吗？这里有没有拿 iPhone 17的？聊天室有没有拿 iPhone 17的？小云可以换一只 iPhone 17 Pro 哦，最近那个星星涨停，送你一只 iPhone 17 Pro。Pro Max 才是大台的，这到底多少钱啊？
Pro Max 一支44900起，每个人送一支17 Pro Max，要求，全部买不了，全部是没货嘞，是不是那个野村证券帮他扫光了？好，那第一个就是这个野村很夸张啊，外资赚烂了。然后这10只股票就是我今年2026投资的10档美股，我预计会拿到年底啊，除非有一些状况发生的话，我才会把那只股票卖掉，不然我应该会拿到年底。那后面我等一下跟大家说我投资了什么。那这个，这里面其中有一档就是美光，知道吗？MU 是我这10档里面最看好的一家，这10档里面最看好一家是 MU，然后我全部都买700块美金啊，就是这样加起来大概7000块美金。然后目前跑下来应该是已经涨了大概350美。然后我刚好又看到一个那个新闻，大家先看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美光 MU 内部人于近日买入自家股票，台积电前董事长刘德英现任美光董事于近日买入自家股票 MU， 共计780万美金。780万美金是多少？你知道吗？7800万，7800万，2亿2800多万的台币，2亿耶，2亿耶！自己投资自己公司在哪里？第一个这个被爆出来了，刘德英，也就是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资本支出每一家公司记忆体都是上调，也就是呢，AI 的这个泡沫啊，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泡沫，是大家真的是砸钱，真的要把这东西做出来。当然了，我觉得但周边很多东西都影响，像是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电力股，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第二个就是那叫什么？能源跟金属，像铜这个东西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做 AI 的那个什么资料工厂就用到很多这种铜，这些金属都是很重要的。好，那记忆体，再看下一个，看一个美光的新闻，就是2015年1月16号，董事长核准公司将与美光科技签署意向书，计划将铜锣厂 P5 厂房在正式合约签订18个月份内转给台湾美光，以协助美光加速扩厂。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也就是呢，这个公司发这个公司的是力积电，大家知道吗？现在要把一个厂卖给美光了。美光在台湾应该也是有一些工程师啊。力积电，来看一下，大家看看一下这个公司，力积电569亿元出售铜锣厂，我叫铜锣厂，里面卖铜锣烧吗？好啦，不是，与美光结盟抢攻 AI 记忆体市场，力积电6770，哦，6770，给大家先看一下图，6770涨烂。直接涨停，又有那个内部人知道消息了。你看好坏，你看涨烂，下面可能这边就知道了。然后先拿好啊，到这里已经不知道涨到哪里了。反正今天17号日傍晚突发重讯，宣布与美光科技 Micron 签署独家合作意向书。聊天室有力积电的吗？有人拿力积电吗？将位于苗栗县铜锣的 P5 厂以18亿美元。约569亿元新台币现金授予美光。铜锣在苗栗哦，铜锣是一个地方啊，真的假的？认真？那铜锣是出产铜锣烧的吗？还是没有关系？双方将建立 DRAM 先进封装长期晶圆代工关系，美光也将协助力积电在新竹 P3 厂精进现有立基型低润制程技术。
看一下，哇，18亿美元呢，569亿新台币耶，直接把这整个厂卖给他，还是他整个此项策略性合作将使力积电转型跻身 AI 供应链重要环节。力积电董事长黄崇仁表示，这波 AI 应用风潮带动全球低润景气上涨，可迅速扩充产能的铜锣新厂顺势成为美光与力积电合作双赢的支点。他强调，此合作将显著提升国内记忆体水平、记忆体技术水平和供应链完整性，强化台湾在半导体地位。要求，我觉得现在买不起力积电没关系，赶快先冲去那个什么原价屋，或是什么什么哪里看能不能先抢几条记忆体啊？这个之后跟那个比金子涨得还快啊！那个还是那个电脑最近那个速度有点慢了，那些你赶快先去插那个，先把那个记忆体 DDR 几先往上面插，对不对？之后呢，几年后再拔下来卖啊，现在能用到，之后又可以拔下来当贵金属卖，真棒！啊，这个大家再自己看看了哈。反正力积电已经涨上去啊，追得了吗？追不了了吧？好，那还有看到什么？我看一下，好像只看到这些，差不多嘞。今天差不多分享完了，那今天准备要讲我2026最看好的10家美股公司了。只是这个会很枯燥哎，要不要先来聊天聊一下？我怕太枯燥。聊天室还有人在吗？先休息一下，休息9点半，休息3分钟，好累啊。或者有什么要问的，可以先问。都没有人，都没人理我，不会没人在看吧？我要继续讲了。好热哦，我们越讲越热。最近刚开 First Trade 有点错错，不用错错，那你就先去买那个 SPY，先买一些大的那个 ETF，对不对？市值型的 ETF 先买来看，先从 ETF 开始，不要先投资个股。我来到美股市场也是先买 ETF 的，今年才转换成自己选股。我选出来就这10档 CIENAND、COHR、ATI、BINCY、CLSMUAL、WLDN，就这几档。就是我目前我把一半 SPXL 的钱拿去拨到这10档，平均每档都投700美，但是这个 B 跟这个 MU 我多2档多投了20美，也是刚好多40美啊，所以就我想说看好，就再多投20美。那我就来讲这10档了，还是我们现在划个脆，现在划个脆好了。但我划脆怕有一些不能看的东西啊，会不会啊？想一下，应该不会吧？我们打投资好了，投资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关心的议题？最近大家这个巨人节跟一个周教授，一个政大周教授的事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到？有吗？要八卦一下吗？巨人节跟周教授，巨人节就是台湾一个很大的，但是操盘手，但是从散户慢慢做到世界第一的操盘手，他是我目前看到台股交易量跟那个税缴最多的男人，然后跟一个正大的这个教授杠起来了。然后他们有一派呢是强调主动投资，有一派是强调被动投资的。然后我们这两派呢，就是最近吵得不可开交啊，不可开交。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查不查得到，我查一下好了。来找到投资对决，麻将理论杠上800亿交易量，周冠南巨人节正面开战。这个巨人节那个交易量是真的很扯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缴的税可能可以盖你家前面的马路盖完了，整条盖完。散户应该学习周教授还是巨人节的投资方法。
指数投资 vs 主动选股的话题，近日在市场上掀起热议。政大商学院教授周冠囊与知名台股当冲达人巨人杰对于短线交易或指数投资的策略隔空交火。周冠囊在脸书引用麻将理论，批评短线交易是在割韭菜的复合赛局。巨人杰则留言很酸，利率平准理论、选择权买卖评价公司或是资产定价模型，所学知识根本不知如何运用。乡民之板凳留有看，只在有趣的贴文留言卡位，希望演算法推给好友看到。这个留有看这个意思啊，留有看就是先去那个什么聊天室卡位啊，就是你之后的朋友就会看到这个就对了。有本事当然要跟神人多学啊，滚大本金但没本事，没空盯牌当个快乐指数仔也是很好。网友说，大力推广长期买进的政大商学院教授周冠囊12日在脸书发文，认为短线是这个零和赛局，也就是赢家所赚的钱都是输家所赔的钱，加起来刚好等于0。以及短线交易不会创造任何正的社会价值。好，那大家有什么看法？大家有看法吗？就是这个，大家觉得这个要站周教授这边，还是站这个巨人杰这边？还是我要找这边，应该把这篇文那个挑出来看，编一下。好像找不太到好了，那我先讲一下我的看法好了。我自己的看法，我是觉得，我比较偏向巨人杰这边就是他说这个交易是什么复合赛局，就是在割韭菜的钱。但是这个巨人杰他这个交易员呢，他自己确实是从散户慢慢做上来的啊，他有能力，他可以选股，他可以去赚钱，他就本来就应该去做主，他也做到啦，就是他不是一个做不到的人说瞎话，所以我自己是站在巨人杰这边啊。我真的觉得这些理论或许真的可以赚到钱啊，但是这个教授可能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交易跟学术毕竟还是在这个财务这一段是真的有很大的落差，就不是所有的教授他都是赚最多钱的，就是真正在市场打滚的那些，例如在一些什么投信啊，或者在一些自营商啊，那里面真正在交易的人，他们也真的都有赚到钱啊。所以不一定真是指数投资最好。这指数投资是给我觉得一般的上班族，就是你没有办法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投资，那我觉得指数投资就是一个很棒的方法。但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不知道指数投资在投资什么。我也刚好也拍了一集影片，就是在讲 ETF 怎么看怎么去看那些指数投资背后的那些理论，刚好就是那个红哥问那个问题，我把它做成影片，但是大家看到应该会是下礼拜吧，应该下礼拜或下礼拜，我已经下礼拜3跟下礼拜3，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个影片，我有上了。然后他说，反正他就是说那个短线交易对这个社会从来没有产生一些正的价值，这个我也不认同，就是你要想他有在他的那个脸书上面偷过他那些对账单，是真的，他缴的那个税是几千万几亿，那这个对社会是不是价值？而且这个巨人杰他也，因为他好像近期好像有当爸爸吧，不知道当几年了，然后他对照顾小孩这一块也很有心得和想法。他最近反正他有出了一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但教授也有出一本书啊，教授这本书叫《长期买进》，两个人都有出一本书长期买进。这是教授，先推一下教授的书，我是没买啦。看一下，蛮帅的，对不对？长期买进，这样，跟他比一样的动作，长期买进。好了，不要耍白痴啊。那巨人杰也有出一本书，但巨人杰我有买，它叫《巨人思维》。巨人思维，他说没有捷径，只有努力。从零开始的股市交易员，从零开始啊，真的是从零开始啊！这本书我有看完啊，他出完的那刚出的时候，他是那个
那个什么一本难求啊，一本难求啊。然后我是买电子书，我有看完，然后我觉得它里面说实话不是什么什么，真的把它的什么那些技巧什么分析下来，但是它是给你一个思考，给你一个思考去想。然后这个巨人节，他这本书的所有版税呢，全部都捐给一个社福团体，所以他这本书，因为他也出书嘛，他也知道一本赚多少钱，一本要赚说一本要赚60几块吧，如果是电子书要赚100多块，好像是这样。他这个对他来说应该也是小钱。巨人节公益，这个翠也有，看一下。此活哦，他有办一个，最近在那个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也有办一个那个活动，就是这个活动叫我是交易员，他就是要把他从开始交易变成一位交易员的那个故事分享给下面那些操盘手。哇，那个来听的现场很可怕啊，盆满钵满。然后这个活动呢，好像是给一个券商主办的吧，然后报价好像前面好像1100吧，然后后面好像600块，然后他自己花钱请那个周汤豪来唱，因为他自己是喜欢周汤豪，他自己花钱请周汤豪来唱，然后也请那个九妹。好，我是只有看一些人访谈的那个，就是翠上面蛮多人分享他这个里面到底讲了什么，然后我有去看一些人家的懒人包，然后呢，他也把这个成本全部拿去做公益，然后他的书呢也全部拿去做公益。看他最近分享什么，反正他的 FB 也有说他全部把这些都拿去做公益啊。巨人思维，我觉得会不会有帮助吗？就是我觉得它比较像，如果对我们一般的这种小散户呢，我觉得它比较像一本，就是你去看人家那种自传的那种书，我觉得有没有帮助不好说。就是帮助的话，你可能还是要在股市中自己练习比较用，但它就是带给你一个新的思维。反正里面有讲到一段，我觉得很夸张，他讲他那个作息表，他有一个作息表，这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反正他这个书，他有一个作息表，他讲说他一天是怎么过的。他说他原本是在正大念什么研究所吧，还是什么的。然后听说他早上6点就起来看盘，然后每天做到晚上3点，半夜3点吧，还是什么的，反正就一个很夸张。然后每天都是很穷哦，他那是住在一间鬼屋，那间鬼屋真的看到鬼，听说他真的看到鬼。然后最后搬走的故事全部我都有看到。然后就每次他都吃那个最晚的饭，然后那家店都快关了，因为他说最晚的话那个菜都凉掉，可以那个自助餐会变便宜什么，他是这样一路上吃那些钱过来，而且他就一直做交易，然后最后真的变成台股最大的交易量的人，真的很强啊！大家2本书可以去看一下，但是这个长期买进呢，我没有看，大家有看的也可以跟我分享。好，闲聊完了，继续讲。好，那我要开始讲我2026最看好的10只股票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怎么都没有人理我？真的有人在听吗？等我一下，哪个东西？好了，太热了，把外面那个衣服脱掉。好，那这个就是我2026年最看好的10只股票。然后这网站呢是 Thinking Alpha，然后目前还在摸索，这个网站还在摸索。那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有点打开我的那个投资的视野，就可以研究到蛮多东西的。重点就是有一些分析师的交易，或分析师的想法，或是一些量化交易员，量化它这个网站比较是主推量化这个东西。但是目前还不太能跟各位分享，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摸透它里面所有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也可以拍影片跟大家讲他们量化有看哪一些东西。好，那就开始讲。先讲我的 first trade 跟年终准备好了。OK，大家年终那个拿到，赶快先拿去投资，对不对？
明年呢拿更大包的。好，OK，那先看好这个就是我今年最看好的10档股票，那一档一档讲好了。首先呢，我最看好的是这个 MU 是我最看好的是美光。刚才跟大家讲那两个新闻的嘛，就是第一个收购利基电，第二个呢，他们自己的董事长砸了$780万，然后他昨天直接爆干涨7%。OK， 好，那我们看一下美光，它这个这个网站不错，你就只要点开按这个 MU Summary， 它就会帮你就是讲一下这档公司在做什么啊，然后他们的量化指标跑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这样我觉得蛮方便的。好，美光呢就是它它公司有多个部门营运，包括云端记忆体业务部门、核心资料中心业务部门、行动与客户业务部门以汽车和嵌入式业务部门。然后它的这个产品包括什么 DRAM， 然后这个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然后 NAND、NOR 快闪记忆体、高频记忆体 HBM， 这对于资料中心、行动装置、汽车还有工业至关重要。然后该公司 Micron 和这个 Crucial 品牌销售其半导体记忆体和储存产品，服务于资料中心、个人电脑、图形网络、汽车工业和消费电子产品各种市场。反正简单来说呢，就是记忆体还有半导体、记忆体这些东西对那个资料中心真的很重要。然后它这个公司的那个资本支出最近也拉大超多。然后简单他们就是要往这个 AI 里面开干。就是黄仁勋有说嘛，要盖那些资料中心嘛，要很多什么基础建设，他们就真的砸钱下去了。然后他们现在记忆体，它的同业有一家那个 SanDis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SanDisk 他们的同业，也都是在做记忆体的。然后好像那个记忆体最近都被扫光嘛，价格也都很夸张。但我们自己电脑用的记忆体跟他们那些数据中心用的记忆体好像不一样，所以后面也可以去观察一下那些产品的获利有没有什么差别。然后来看一下它的主要对手，包括三星，还有那个什么 SanDisk 应该也是吧。供应链瓶颈提高了美光 DRAM 和 NAND 产品的定价能力，推动创纪录的收入跟盈利扩张。反正这是别人发的文章啊，那你就可以点这个更多阅读，你就可以去看这些文章。我觉得然后这些文章都是真的是那些分析师写的。像什么，这个就是那个分析师写的，然后他引用一些数据啊，跟他讲为什么会这样看。但今天没有跟大家讲那么多，这个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AlphaQuant 是他们这个 Thinking Alpha 自己用的5个指标来评估这家公司好不好。那我目前也是在研究这几个指标，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学财务的，就是那些指标我大概都看得懂，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用量化的方式去把那些指标做评级，我觉得。然后最后这样再做量化去选到那股票，我觉得他们的方法蛮那个，就是蛮符合我的想法的，跟我的想法蛮符合。但台股我目前没有看到类似这样的产品，就是在做量化，台股应该是没有吧？那个台股应该最好用就是 XQ 嘛，还有在做量化的软体嘛，这我就不知道了。好，那我们来现在看一下指标，这个第一个就是估值。NU 的估值好坏参半，虽然11月本益比价格具吸引力，但行业中位数32相比有66的折扣，但其本益比明显更高，表明相对于同业，该股票价格昂贵啊，它这个估值是比较不好的，给大家看估值怎么看。Hi Z8221H8X Thinking Alpha 要费用，它有免费的，也有付费的，但是你付费的功能比较完全，然后免费的话，你可能只能看到某一些部分东西，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它其实是要付费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也蛮贵的，所以我不太敢随便跟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我把它整个这个网页的真正价值摸索后，我再跟大家推荐，是要费用的，但是它有一个试用吧，大家可以先去，它是有分 Premium 跟 Pro， 还有 Alpha Pix
这三个方案。好，那我是买了 Premium 跟 Alpha Pix。Premium 就可以看到基本上所有的他们的这些指标了，量化指标，还有他们对公司的那个 summary 都可以看到。然后如果你是免费的话，你好像财务报表你只能看到近几季的，然后更久的你就看不到，好像是这样。然后 AlphaPix 这个是另外要订阅的组合。AlphaPix 就是他们自己有量化的分析师跟量化的那个系统，那他们就会去每2个月去选一只股票，然后选到的股票呢，他们就会有一个规则，他写在这个报里面，他们会怎么去买那些股票，然后他们这全部的股票的记录都会写在这里，他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都写在这里。他们要卖也会提醒你，然后你订阅这个服务呢，它就会，这是他们目前的绩效，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这个服务从2022年开始跑，对吗？2022年吧，我记得。July 1，对，2022年的6月开始跑这个组合，然后到目前为止 S&P 500的报酬率是83.22%，那他们自己这个用 Thinking Alpha Pix 选出来的股票跑出来的绩效是287.1%，所以这就是他们，也就是他们真的打败了大盘。然后这个组合好像一年看，你要一年的话，好像要多少啊？499美哦，好像500美，我觉得蛮贵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一定要马上订阅，可以先，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啊。如果怎么当掉了？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你真的想学习什么选股的话，你真的想研究的话，因为你在订阅会比较好，就是你想真的花时间下去的话，像我现在就是真的花时间，我很多时间都是在阅读他们那些分析师的文章，看一下他们的那些股票怎么研究。你看他们目前跑出来的，今年 YTD 就是5.81，S&P 500 1.42，然后从开始的话是287.1，S&P 500是83.22，就是同期的绩效的话，他们吊打了 S&P 500很多啊，也就是你完全照这个 AlphaPix 的组合，从2022年6月1号订阅，然后开始跟他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跟他买的话，他说买什么就买什么，就跟投好了。你到现在的绩效就是100块就变300块，387块，就是那么扯。然后他们自己的首席分析师，他这里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他们这个 analysis 就是他们真的都会写，他们像这个股票，他们选进来的什么 VISN，为什么他们选进这个股票，他们都会把他们的想法写在这里，那你就可以去看。然后我是觉得他们的数据，我就觉得挑选出来的数据，对于股票投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你看，他们是主要看哪一些？这个 summary 就是这家公司的这个摘要嘛，啊 rating 就是他们自己跑出来的量化分析结果啊，他们还有自己这个 SA， 就是他们这个 Thinking Alpha 的分析师的这个 rating， 怎么看好这家公司？然后还有这个 Wall Street Analyst Rating， 就是华尔街的那个分析师是怎么看这家公司？然后这里 Financial 就是你看到这3张报表，就是自由现金流量表，这个什么损益表，还有这个损益表跟资产负债表。然后他们正常最下面这还有这个 Supplemental Items， 就是他会把其他重要的东西也都标好放在下面。然后这里 Earnings 就是赚不赚钱嘛，像他这个 EPS 公布的话是4.78啊，就是打败分析师的看法0.82之类的。然后这是个 Earning Estimate，就是收益的预估，收益的分析师的修正，还有Earning Surprise 就是最后打赢那个分析师修正多少，然后还有 Dividend 就是发股利的，他们也会用量化去跑，然后那股利成长多少啊，股利安全性啊，历史发了多少股利啊，预估会发了多少股利啊，Valuation 就是估值，这4个估值、成长、获利能力跟动能是他们跑出来的指标最重要的4个。还有一个就是分析师的看法，就是
他们是用这5个去选股票的。然后这个我之后会拍影片跟大家讲。然后 Peers 就是它的同业，它的同业是怎么看的？就是它 AND 啊、AVGO 啊这些，就是全部这个 NU 的同业。然后你也可以在下面这里去调，你想要看什么。例如你要看这个，它就把这市场的4个所有股票都标在这里。然后太多啊，这功能很多，就是你是做量化的，我觉得可以去订阅看看。然后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他们这4个，就我自己目前看下来，就最好用的是这个 valuation、growth 跟 profitability 还有 momentum。像你看，假如我看这个 valuation，它的 PE ratio 是多少？是32.16。那它这边会帮你算这个 sector median。sector median 是什么？就是它这个行业里面的中位数是多少？中位数就是它把它这个行业从第1名排到最后1名，对不对？啊，第50名的那个人的那个他的那个 PE ratio 是多少，就会写在这里。那很明显，他现在32.16嘛，中位数是25.43，也就是他现在比他的那个中位数多26.44，这样就多26.44%，就是这样看。那成长性也一样，它这个 revenue growth 就是 MU 的这个收入成长是年成长是45.43%，它的同业只有8.99%，也就是它比它的同业多了大概405%，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跟它比它的在各项数据的表现比它的同业表现的好多少。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投资是非常重要，就你要自己做，其实很难呢。像台股的话，我随便讲好了，那我随便讲一个台达电。那台达电这个行业，他们 PE 的中位数是多少？PE ratio 的中位数是多少？你是不是就要先自己去花时间把所有台达电的那个的同业全部标下来，然后自己去算他们的中位数是多少？台达电赢他们那个中位数是算高还是算低？你根本不知道，你就要自己去全部标出来。我觉得这个太辛苦了，我不知道台股有哪些软体能做这些，反正这个网站我觉得很好用，就是这个功能。好，那之后再拍影片跟大家讲。那个 Premium 好哦，讲回来，那个 Premium 好像会有前1个月的试用，还几个月试用？不是试用，但试用也是好像也要钱吧？好像有2种，第一种就是有一段时间的试用，你先去试用，然后在试用期快结束的时候把它取消订阅，你就不会被收钱。第二个就是好像可以用一个很少的价钱去订阅几个月，几个月后它会还是1年啊，忘记了，1年后它可能会换一个。就是重新的价格，那个时候你再不定也没关系，好像有这个方案，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哇，好渴啊！好，我先回来讲因为它的那个估值很高，然后但我其实比较认真觉得要看的是这个 FWD，就是未来它的公司的 PE ratio 的 forward， 要怎么讲？预估吧，就他把成长性也考虑进来后，它的 PE 是多少？是11.56，它的同行是31.9，所以是负63.75，也就是它还是把成长纳入进来看 PE ratio 的话，它目前还是低估的。我是觉得目前 NU 还是低估了，我的看法是这样。好，那它这个成长就不用讲了嘛，那个收入成长52%，比它行业8%多了，8%的成长，看一下成长在哪里，就可以去看这个 growth，然后你看它46%，同业在8%，所以屌打。获利能力呢，它的净利率是28%，比它产业中位数是5%。所以比财报其实难的是你要把它的同业资料也抓出来，然后比它到底在这个产业当中算好还是算坏。他说什么净利这个 net income， 你看它只有5%，它28%。这个势头就是 momentum 的话，它是用3个月、6个月、9个月、1年的那个价格涨幅去看，你看它同业都没涨，3个月负3%，U 已经涨79%，那6个月3.24%，然后它6个月涨211%，下面这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动能这个因子，大家其实会觉得股票涨越多越危险，就是比同行涨越多越危险。但在他们的这个量化系统里面呢，他们给的评级是比他的同业涨越多是越安全的。
他们是认为这个是好的指标，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价格走高就是很可怕，赶快卖掉。其实这正好跟他们想法是相反的。很多财务的论文也都指出，就是动能是很动能的这个策略是针对股票来说是非常重要。像是0050，大家可能也不知道，他们其实呢在做 rebalance 的时候，也是会把动能考量进去，就是它 rebalance 掉的话，如果有股票超过一个上限，他们要把那个钱重新分配到那个他们的 portfolio 里面的话，也是会考量动能的。好，反正这个就是我2026最看好的那家公司，还有这个 Revision， 可以看一下这个分析师的看法。这个 Revision， 也就是你看 EPS up Revision， 就是分析师呢都会在美国，他们分析师都会对这家公司有那个 EPS 的预期。那分析师总共上调了29次啊，下调了0次啊。收入的话，往上调30次，下调0次。也就是他们全部都低估了这家公司，就全部的分析师都低估了这家公司，所以我觉得美光是我2026年最看好的一家公司。哇，讲一家公司就这么累，有点辛苦啊。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分析师对他们表示的担忧，然后他会讲这些你都可以去阅读，为什么他们这样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但你这些资料很多啊，我觉得看不完。就你真的要想学习投资，或是你可能有想要走向全职的话，我觉得你再考虑去订阅他的服务。他就跟你讲，这个报告是1月13号做出来的，也就是他们更新这些报告也蛮快的。好了，讲完一家了，我不可能今天要把10家讲完吧，有点辛苦大家想听哪一家好了？大家想听哪一家？我不知道聊天室还有谁在，我看一下。聊天室还有人在吗？大家想要听哪一家？要听的我再讲好了。好累啊！有画面吗？看一下。没跳画面。有跳画面，有跳画面。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有吗？这10家，这是我2026年看好的。大家想要听哪一家？聊天室开放举手。还是想要问其他问题也可以啊，就你手上都没这10家，你也不在乎我买哪10家也没关系。就你有什么问题，我来回答一下观众的问题好了。有问题的举手发言，我打一下。AMD，OK，蜘蛛，你叫蜘蛛吗？这是你的名字吗？你的那个大头贴也是叫蜘蛛这个是什么意思？是 Spider 吗？你不能叫这样 Spider， 你要叫 Winner， 不能叫失败的。好，我们先看一下 AMD 超微半导体。我记得那个小云也好像也有拿 AMD， 我记得好像有跟我讲他也有拿 AMD，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AMD 好了。AMD 的估值我觉得最近比较不好，但是还是可以看一下。我先按一下看一下这个 summary， 大家可能对这家公司也不了解，先翻译成中文。等一下，我需要念吗？还是我让 AI 来念 ？AI 好像可以念，对不对？等一下，我让他念好了，不然我这样念多辛苦。语音，有声音吗？AMD 是一家领先的半导体公司，总部位于加州圣克拉拉。AMD 成立于1969年，处于高效能运算的前沿，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以满足全球各个市场的需求。该公司透过多个部门开展业务，资料中心、客户和游戏以及嵌入式。在资料中心领域，AMD 提供 AI 加速器、伺服器 CPU、GPU 和大家有听到吗？满足超大规模资料中心和云端服务提供者的运算需求。AMD 的客户端部分包括用于桌上型电脑和笔记型电脑的 CPU 和 App Group，而游戏部分则提供独立和半客制化 GPU。
特别是为索尼 PlayStation 和微软 Xbox 游戏机等装置供电。AMD 的产品线以处理器品牌 AMD Ryzen 和图形品牌 AMD Radeon 等知名品牌为特色，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和设计制造商提供服务。该公司最近强调有没有声音人啊？工智慧我习惯和高速我声音了。运算，将这些技术纳入其产品中，以满足现代资料中心和边缘运算的需求。AMD 因其策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收购而受到认可。特别是整合 ZT Systems，以增强其在人工智慧基础设施方面的能力。凭借强大的产品组合，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关掉它，叫它闭嘴。AMD 继续在半哦，导体先 start，有声音，但是我还没研究我的这个，它应该是可以发出声音的，但是我现在它是我的音响，然后传到我的麦克风去收音的，所以应该蛮小声的。有听到远远的 ，OK，我再研究一下要怎么把它变成我的那个网页在发音。好，这个我可能之后再研究一下。好了，好，那我大概讲一下好了。反正它就是一样是半导体公司，然后它是在做那个还有多个部门开发。第一个就是这个资料中心，第二个是客户和游戏和嵌入式，还有什么 AI 加速器、伺服器 CPU、GPU， 还有 FPGA， 还有满足超大规模资料中心和云端服务提供者的运算需求，也就是显卡的嘛，这些都是他们的范畴。他们客户包括用于桌上型跟笔记本电脑的 CPU、APU， 游戏部分半客制化的 GPU， 还有什么 Sony PlayStation、微软的 Xbox 游戏机的装置供电，反正他们产品线很广啊。然后最近就是加入了那个资料中心嘛，就是很重要，就是那个算力，他们好像也要跟那个 NVIDIA 有点合作关系，还是怎样的，就是要去做那个资料中心这一块。然后也会缺很多他们的，所以现在人工智慧啊那些都用到他们的需求。好，那我们看一下竞争对手和独特价值。MI455X 在2026年CES 上推出，用2nm 节点跟432GB 的什么 HBM4。哦，尽管存在什么固有的资金风险，但该公司仍可以透过解决人工智慧瓶颈来超越 NVIDIA 等竞争对手。哦，然后这个比较重要，就是他们的对什么 Helios 什么机架式结构的整合，加上跟 OpenAI，他们跟 OpenAI 合作，然后和那个 ZT System 的收购，预计在2031年创造一个价值1兆美元的可寻址市场。技术分析显示，股价将大幅上涨。好，那我们一样来开始看他们的评级，就是他们 Thinking Alpha Quant 的评级呢是评为强购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下面这几个，第一个是这个估值 ，AMD 估值颇具挑战性 ，EV/EBIT 升至122，远高它的行业中位数27，显示其股价昂贵。然而 PEG 就是那个 Forward 是1.27，显示该行业来看一下。这个要请他帮我翻译吗？他刚刚说什么？确实估值都跑得有点差，这里先不要帮我翻译好了。估值都走的比较不好啊，像这个 PE ratio， 他们同行只有25.43，然后它要62.15。大家知道估值是什么吗？估值 PE ratio 就是你可以想象成就是他们大概几年后会回本。你投资这家公司，他们赚到的钱，然后算回来的话，大概几年后会回本。他们行业大概都25.43年回本，那它是62.15年。但我自己比较在意的是这个 PEG 这个，但它同行是1.06，它是1.75，也是有点太高了，所以它也是目前的价格还是有点算太昂贵了。就是以这个估值的概念来说的话，那他刚说的是什么？看一下。EV 除以 EBIT 121，它的中位数是27。这里，我是真的高，真的蛮高的。
比它的同行多355.19，是那个 AMD 现在目前大家都看得太贵了，但我觉得它目前做的业务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它其他的指标走得很好。来看第二个，来看成长好了，给你看成长的话，我最在意的其实是有2个，第一个是这个 revenue 的 growth， 它的同行是大概9%，它 AMD 是31.83%，比它的同行多大概253.96%。还有第二个我看的是这个 EPS 的成长，还有 EBITDA 的成长我会看啊，然后我都会尽量去看 forward 这个成长，像它的同行呢，中位数大概12.44，但是 AMD 呢25.21，然后 EPS forward 的这个 EPS 的话，它的同行是3.05，它的 forward 可以到35.36，也是都高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 GAAP 的话，YY 11.2，他们88.68，多了大概700%，很夸张啊。所以我觉得 AMD 的成长力呢超强。然后看一下获利能力的话，我自己比较看的是毛利率，它的同行48.65，他们51.46，没有好多少。但 EBIT margin 他们是同行是6.3，他们是9.5，不错。那个银行他们是4.9，他们到4.32，也是好很多。然后看他在讲什么，然后看一下那个 momentum 的话，3个月的话，它的同行跌3%，它跌1%；6个月的话，它的同行涨3%，它涨了44.82%；9个月的话，它同行30.93%，它160.58%；一年的话，它的同行只涨了2.71%，它涨了95.74%，所以它都跑赢同行，也是很有动能的一档股票。好，这就4个。讲完了，也就是资料中心嘛，就是他们资料中心的需求，对于算力的需求。第二个就是跟那个 OpenAI 的合作，所以，但是目前 AMD 估值有点太高了，太贵了但是还是来看一下好了。AMD 的股价目前是在一个修正的状况，目前在修正，究竟还可不可以向上走呢？目前均线的话，目前20MA 跟60MA 死亡交叉，在这里的时候，有看到这个叉叉吗？这个叉叉，这第二个叉叉就是20 SMA 下穿60，反正20日均下穿60日均啊，这个是 ENA 在这里也交叉，但 ENA 在这边又交叉回来了，然后价格目前有向上涨。那看一下均线未来会怎么走，20日的话会从这里走到这里，然后60日的话从这里走到这里，所以目前现价会比60日还低，所以目前这个黄色线应该这个60均线也会再把价格这样拖拽回来，所以这边不太可能这样就上去了，这里还是会拖拽一下，等到这个60MA 走到这里，真的准备往下掉的时候，可能价格才会上去，所以目前呢，可能还不会涨吧，120MA 还离很远，在这里，所以但它在这里有被120MA 支撑一下，看到吗？这里。然后，但我觉得短期也会被这个60MA 往下拖拽下来，价格会再下来。然后等到这个60MA 走到这里或这里的时候，准备往下走的时候，价格再走上去会比较好。敦煌安安你也来了 ，JNJ， 你是说你想听 JNJ 吗？想听 JNJ 这家股票吗？你想要听 JNJ 这家股票吗？对 ，OK。JNJ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JNJ 来看一下，Johnson and Johnson 有画面吗？有画面吗？看一下。强生公司，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总结。这里是它一些市值5868.2亿美元，EPS 5.04%，预估的。油电
有点啥？先翻译回来。哦，PE 未来 PE 20年23，然后它的行业别是这个制药，然后这个是预估的那个股利，然后每季发放股利，然后这应该不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翻译一下了，不然太辛苦了。可是我真的想让 AI 念呢，可以，但我不知道怎么设定呢？我研究一下怎么设定。嗯嗯，你倒给我念一下啊，发出一点声音啊。我随便开个 YT，先播放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声音好了。我测一下声音，我等一下让他们念。看一下这个，有声音呢、奇怪，那我刚刚叫他念，他怎么不讲？还是这个语音，它不算是我电脑的声音啊？有道理哦。好，我把这个只能先用最烂的方式，就把我麦克风拿过去给他念。强生公司成立于1886年，总部位于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省，是医疗保健行业的全球领导者，从事各种医疗保健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该公司透过2个主要部门运作：创新医学和医疗技术。创新医学部分着重于免疫学、传染病、神经科学、肿瘤学、心血管和代谢以及肺动脉高压等治疗领域，主要产品包括 Remicade、Stelara、Tremfya 和 Carvykti 等。该部门主要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及医院和诊所等机构提供服务。MedTech 部门提供电生理学、心脏恢复、循环恢复和神经血管护理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它还包括全面的骨科产品组合以及手术和视力护理产品，其中包括 ACUV 隐形眼镜和 Technis 人工水晶体等热门品牌。强生公司透过批发商、医院和诊所分销其医疗技术产品。该公司的策略重点是创新，对研发进行大量投资，以支持新产品的推出，并保持其在全球各个市场的竞争优势。强生公司的广泛影响力遍及许多国家，使其成为全球医疗保健领域的杰出参与者。OK， 应该有声音吧？他有念完吗？哇，靠 AI 念就是好，就是不错。不然我要念到那个口干舌燥，应该有声音吧？敦煌有听到吗？这家公司的公司描述，反正就是看起来是制药公司，它主要是在做现代医学，什么肿瘤学、心血管这些，什么高动脉、什么高压这些，然后产品这些什么药，然后这些应该都是推荐给医院的吧？然后这种制药行业啊，其实他们都会很看一个叫什么 FDA，这个反正都是什么那个 FDA，只要过了，就那个药或什么东西过了，它那个股价就会砰往上跳一个。反正制药行业好像都是这样，就是但我那个 FDA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看，就是如果你有做观察这些制药行业的话，可以去看那个 FDA。然后它的这个对手呢，主要有这个辉瑞公司跟这个诺华公司。好 ，FDA 最近对什么 CA 批准啊？这样念一下好了，再念一下。强生公司面临来自全球主要制药和医疗保健公司的竞争，著名的竞争对手包括辉瑞公司、诺华公司。FDA 最近对 Caplyta 的批准和 Darzalex FASPRO 的扩展，凸显了 J&J 强大的管道和在服务不足的市场中持续增长的潜力，支持购买评级。阅读更多强生公司的口服免疫药物 Icotrokinra 显示出有希望的临床数据，有可能增强其产品组合并支持强劲的长期成长前景。阅读更多。听起来不错敦煌这公司看起来还不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但它目前它的评级没有到很好，它评级也不能说不好，就是 hold，就是只建议你持有，但还没叫你去买，就是 hold 这个评级就是大概中间吧。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估值，一个个来看它这个估值好不好？它的估值充满挑战性啊，它的价格账面比率明显比行业中位数6.2 vs3，表示它价格非常昂贵。不过股息殖利率2.5%，比它行业1.6%更好。来看一下，他说 EV 除以什么？先翻译回来。Price book ratio，price book ratio，看一下。哦，对，它的同行2.93，但它这个 PB 比呢是6.64。那 PE ratio 的话，未来预期的话跟它的同行也差不多，它同行是19.69，它是20.23。但如果你把那个我比较自己常看的是这个，这个就比较不好了，这个估值有点高，就是把那个成长性考虑进去的 PE ratio 的话呢，它的同行是1.81，那它是2.79，所以估值表现的话，感觉不太好，不太好。对啊，目前看起来是不太行，估值不太行，所以打这个猪，这个评级是猪啊。那我们再看一下成长性的话，翻译一下，成长性成长指标令人失望，营收年增率5，远低于7%的中位数，真的假的？成长性，对，它的 revenue 这里吗？对啊，你看 revenue 未来预期的，它的那个收入的成长只有5%，按它的同行7.55%，同行的中位数大概7.55%，因为它是排在后半端的，扩张速度慢。再看一下 EPS，EPS 的成长呢，它的同行涨8%，那它的自己 EPS 成长只有5%，也是比较落后的。那再看一下获利能力，获利能力，获利能力不错，获利能力不错。毛利率它的同行59.26，它是68.35，然后 EBIT 5%，同行5%，5.52，同行中位是5.52，它26.62。EBITDA 的话，它同行是9.33，它是34.64。这样还不错。RO 是什么？ROE 它的同行是负33.3%，它 ROE 33.6的话，它的同行也太烂了吧？怎么是负的呢？制药行业这种这么差吗？那它营运现金流量，它的同行都是亏100万，它是24.2 billion，还不错。然后看一下它的那个势头 ，momentum 的话，它的同行都是第3个月亏1.67，它涨13.81。6个月的话，它的同行是9.96，它是涨32，所以都跑得比它同行还好。好，那最终呢，再看一下这个修订。修订的话，看一下分析师对它的修订。分析师对它的 EPS 的修订呢，有2次上调，最近3个月有2次上调啊。EPS 对他们公司分析师对他们公司的 EPS 的下调有14次，就是普遍是看衰的。那收入的话，收入上调9次，下调是3次，所以差不多是一个。但 EPS 应该我觉得比较重要，下调蛮多的。好，那看一下 JNJ，股价怎么走那么好？股价怎么走那么好？厉害了！密集成交区在下面150，然后这里160、175，上面就没什么密集成交区了。然后价格比20NA 还高，20NA 往下走，60NA 往下走，120NA 往上走，价格普遍都比3条均线还高。目前往右上方持续运行，目前的状况是这样。至于能不能买呢？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股票的手上有股票的话，我觉得你就拿着，不要动。
那如果你没有买呢，我觉得也不要去买了。哦，我现在的这个跟这个他的分析师的建议就是这样。OK 吗？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敦煌，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好，还有要问什么股票？我这里还有10档，这里还有10档，这是我2026最看好10档。NU 跟 AMD 已经讲完了，还有要问的吗？那个聊天室可以打字，哎，或是没有要问这个股票也可以问，就是其他事情也可以。QQQ，哦，你问 QQQ，哦，QQQ 我刚开始解盘其实就有解了啊，大家再回去看我的解盘，前面我就有讲 QQQ 的技术分析我怎么看的，反正目前在讲结论啊，就 QQQ 的话呢，我觉得要等它这个60A 之后抵扣价会往上爬，所以我觉得它价格还是会被这个黄色线拽回去，等它60A 往下掉的时候，我觉得它会创新高，因为它20A 跟60A 都没有交叉。哦，红哥问了一个，哎，离太近了。红哥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请问你觉得目前财经网红哪一位比较可以听？因为有太多人都是要来赚钱的。哦，这个你这个就问对人了哈。我这样要是说哪几位不能听就很危险了哈。好，那我就反正我只要分享哪几位可以听嘛，对不对？啊，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哪几位是不错的。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想要了解哦，你想要了解那叫什么？哎，红哥，你之前是说那个日本旅剧，他要推荐我他的影片的，为什么我住在北海道？但现在是投资的时间，不能看这个。好，第一个，我觉得最可以看的哦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雷雷老师，但他讲的有吗？有画面吗？我同事一直说老王很厉害，你觉得？哎，这个我回答这些问题是都有点危险，哈哈，就想套我话吗？Rian 哇1024，我猜你的生日是1024。好，反正我今天第一个可以看的是这个雷，好不好？他讲的，哎，他这个我的杠杆投资策略 TQQQ，我做 SPY 的 SPXL 也是有受他这一篇的启发。然后呢，我觉得你可以先去看他这里面这个最容易赚到的钱这个系列，最容易赚到的钱跟让投资更简单，因为他完全呢都是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也开了自己的账户，真的在做给这些新手投资人看，而且他是全职的交易者，他是有买 Bloomberg Terminal 的哦，全职交易者。哎，Bloomberg Terminal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有人知道吗？就是 Bloomberg 终端机，这是只有专职交易人才会拥有的工具。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彭博终端机要多少钱吗？他是真的有买这一套设备在做交易的啊，那个每年呢大概是3万美金，也就是90万台币，他是有买这一套工具在做交易的啊，所以呢，他也分享一堆很多新手的想法，包括我的技术分析呢，我觉得也是跟他学习的。好，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可以看。第二个呢，我觉得如果你要关心一些财经的时事的话，哦，我目前在看的是这个尤浩廷的财经号角，尤浩廷的财经号角啊，推荐一下。他1到5的早上8点半到9点都会做一集直播，都会做一集直播。想一看我都有看。金属狂飙，市场怕什么？AI 机器人战场开打了，鲍尔要去坐牢了吗？台美关税究竟谈了些什么？哎，这些真的都是目前在市场上发生很重要的时事，都是要去。如果你是有在做投资的交易人，都是可以去看的。有雷，也有麦克，也有问题。有人在网络上说，
哦，这个麦克我就不评论了哈，因为我没有买他的课，我知道他有一些订阅的，好像可以看他自己的投资笔记的东西，但我没有看，我只有看他就是免费公开的。哦，叫错是游艇号哦，你不是说老王哦？啊，老王很厉害，老王跟那个游艇号好像都有那个技术分析的，不是技术分析，就是他们都是有拿到那个什么分析师的执照吗？还是什么东西？进投顾吗？就他们都是可以讲的。游艇号跟老王，我觉得都可以看，这两个目前我觉得都可以看。那如果呢，你是要看比较学术的，就是怎么用学术的角度呢去讲财务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去看。清流君啊，清流君，他是以他年的 all in 就对了，他是比较偏，真的是用一些论文或是一些财务方法是在佐证这个市场，然后他目前的投资也都是用论文或是很多研究去佐证他的交易的，所以他是比较学术派的，学术派的可以去看清流君。好，那就推荐这三个，还有游艇号的财经号角，还有 LEI， 我觉得这三个可以看一看。还有哪几个？还有哪几个我没关注到的吗？我目前关注的比较多是这些啦。这看看可以去，我觉得游艇号早上他就是统整的那些资料，其实我不知道他怎么在短时间内把那些东西统整起来，然后又要讲给大家听啊，包括他的笑话也都要讲得很好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他的笑话？大家有听他讲的笑话吗？其实我很常去那个听他笑话，他笑话有一个那个网页，就是有个粉专是在讲他的笑话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给大家看一下。来，今天就来讲游艇号的笑话。你想听 ALL？OK，ALL 吗？终于有人问到我想讲的，也没有了。来，这边可以播人家的段子吗？我不知道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播人家的段子。游艇号能不能听？来，我们来看一下游艇号能不能听。来看一下工作该有的态度。怎么没有声音？按掉。工作该追求财富，到后来来，大家听一下讲有没有道理？人生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嘛。年轻时有的追求爱情，然后到最后追求财富，到后来追求影响力，到最后就开始比命长嘛。你不如一开始就比命长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因为这个时代实在变化太快了嘛。工作的态度决定你肝的硬度。工作马马虎虎，上班马尔蒂夫，早退不做牛马，公司就是罗马。开会随便中离，就像我在巴黎。公司厕所大一粒，上班就像意大利。好，所以保重身体是最重要的我们往下看整个人生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嘛。年轻时有的有没有？他点出投资的重点就是什么？健康是最重要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投资自己的身体啊。那个红哥，明天早上记得再去打球啊。好 ，OK， 你要听那个什么 ALL， 来，那讲一下 ALL。强生制药刚刚讲完了嘛，就是如果你手上有持股的话，就拿着如果没有的话，我不建议去买，就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ALL。好，我们一样先看它那个 summary。Rian Wei， 我看你的那个大头贴，我觉得你好像练很壮是吗？你是有在健身吗？你感觉好壮哦，是健身教练对不对？好，那我们下来看一下，这里再靠 AI 帮我念一下。你决定加入这个粉专，你说什么粉专？等一下你说刚刚那个游艇号段子的粉专吗？那个是专门剪他直播那些段子进去的，所以那里面都是好笑的。你要不要最终可以看你，但是你可以每天早上去听他那个8点半到9点的直播，他讲的东西是真的很有料，真的很有料。那些资料准备，我觉得一天内你要看那么大量的资料是非常难的，而且他也会好像每周都会推几本
财经的那个不是财经啊，就是一些投资人一些著作，它代表它的阅读量是相当大的。假的，你说头贴是假的，还是那个是20年前那个正值青春年华骗女生的照片？好了，我们现在分析这个 ALL 啦，那个好事达公司吗？好事达公司吗？我们先让 AI 帮我念一下它是在做什么的。那个粉砖可以延长寿命，来再听一个段子，先再听一个段子好了。我猜我最近随便点一个好，我看哪个观看量最好。这个再听一个段子好了。不知啊，有一个好太太才能够帮助你在低潮的时候帮助你。好，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生活中能够拉你一把的是朋友，能拉你几把的是老婆。所以啊，不要去抱怨另外一半很差。如果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很差，那是因为你的眼界和你的能力能够选到的就是这样子哦。好，所以不知啊，有一个好太太才能够帮助你在低潮的时候帮助你。好，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生活中能够拉你一把的是朋友，能拉你几把的是老婆。靠背哦，听懂了。投资中能拉你一把的是朋友，能拉你鸡巴的是老婆。冷静哦。OK， 我这个直播很严肃的，我没有要跟你们看这些东西，笑烂。OK， 好了，我们回来讲 ALL， 我们讲一些认真的，我们不要讲那些奇奇怪怪。我听第一次我还听不太懂在讲什么，蛮好笑的。好，我们好，懂了，听懂了。我们后面回来讲 ALL， 好不好？讲 AL， 先让 AI 帮我念一下。Allstate Corporation 成立于1931年，总部位于伊利诺州诺斯布鲁克，是美国和加拿大著名的财产和意外保险产品供应商。该公司透过5个部门运作。Allstate Protection Runoff Property Liability Protection Services Allstate Health and Benefits 以及 Corporate and Other Allstate 因其汽车和房屋保险而广受认可。其行销口号是 Allstate Warenzeichen 为您提供良好的服务。Allstate 的商业模式专注于扩大其在个人财产责任领域的市场份额，同时扩大其保护服务。它透过多种管道提供保险，包括独家和独立代理商、联络中心和线上平台。该公司的保护服务部门透过 Allstate Protection Plans 和 Arity 等各种品牌，提供消费品保护计划、行动资料收集服务和基于远端资讯处理的解决方案。近年来 ，Allstate 一直强调 Ally 计划等技术进步，以增强客户体验并降低营运成本。Allstate 的市场遍及美国和加拿大所有50个州，仍然是保险业的关键参与者，在成长计划和审慎的风险管理之间取得平衡。OK， 反正它就是一家做那个保险的公司啊，然后它现在好像蛮多核保都是透过线上在做，都是用线上在做。然后现在目前什么强调客户体验，降低营运成本，然后他们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市场遍及美国和加拿大50个州。但是保险业最近金融业，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那个尤浩廷的那个财经频道呢？他早上有讲，就是最近川普呢，他有提出一个计划，就是他要对金融业所有的信用卡课征，就是什么最高上限只能收10%的循环利率。我不知道大家这件事情在美国目前川普提出来是，他觉得金融业都太暴赚了，就是要把一些获利体吐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然后好像他就是希望他们银行业借出更多的钱就对了。好，那我们看一些他这里面临他的对手，包括什么 TRV 跟这个 PGR， 这都不认识。这家公司提供类似财产和意外保险产品，并在定价、客户服务跟产品创新上等因素与这家公司竞争。Allstate 这家公司这样念吗？然后它的独特
的价值主张在于强大的品牌认知度和全面的保险和保障产品。该公司利用人工智慧驱动的城堡和 Ellie 计划的实施等技术创新，带来提高客户服务和营运效率。然后呢，这家公司还扩大其保护服务领域的策略关注以及对数位转型的重视。也就是他们这个城堡目前都要用 AI 来做了。好，当然目前评级被评级在 hold 也没有希望你去买。但是如果你有股票的话就 hold 我现在就有 hold 好不好？那么来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估值，这所有交易的估值都很有吸引力，本益比为7，然后明显低于行业中位数12，这家公司被低估了。那我们来看是不是这样？我们来看这个 valuation，看一下 PE， 对，你看他们中位数是12嘛，公司6.79而已。但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 PEG 是我最喜欢看的，也就是你看它的同行是 0.59， 它只有 0.06， 低估了90%啊，比它少了 89.44% 啊，所以把成长性考虑进去的 PE ratio 是只有 0.06， 比同行低超多，也就是估值现在看起来跑下来都很好，包括下面这里你看也都是比他们同行都还低的估值，也都是低估。好，那来看第二个，来看成长这个指标呢 ，EPS 到达 99%， 我的天呐，比超过行业平均的 15%， 强劲的成长，看是不是？看一下这个成长性，他说哪里 99%？ EPS 年成长，来看一下 EPS， 有你看 EPS 这个成长，它的同行大概 14.33%， 它 99.54%， 比他们多了 594.43% 啊。那如果把那个 forward， 我比较喜欢看 forward 含进来的话呢，更扯，他们同行大概只有 10.64%， 它 194.69%， 比他同行多了 1730%， 超扯。然后 revenue 的话差不多，跟行业差不多，但是这个 EPS 太夸张了。EBITDA 也360几%， EBIT 520多%， 526.88%。好，再看一下获利能力。普通股的回报率 37%， 比它行业远高于行业 11%， 行业中位数。来看一下，讲的是哪一个？普通股回报率 ，Return on Capital 这个吗？37%，还是这个？这个应该就是 ROE 啊，这就是 ROE。他们行业只有 10.91%， 它 37.23%。当然毛利率是输他们同行的，毛利率蛮低的，然后净利率也蛮低的，就是都比他们同行还差。但是股东回报率为什么这么高啊？奇怪了，也就是他们用很少的那个股东筹资很少就可以拿到很高的回报率。他们就是股东投入的钱就是回报率很高，然后 EBITDA 算一般，但是这个都跑输都跑输他们同行他的获利能力上真的算好吗？不能只看 ROE 吧？奇怪，这个语带保留。但是营运现金流量蛮扯的哦，他们同行大概只有174.92 million， 他们8.83 billion， 好扯。好，那看这个 momentum 的话，它的同行有点惨，同行跑到大概6.72， 3个月、6个月、9个月、22， 1年 8.84， 他们近4年都跑输，是在干嘛？奇怪，增长性那么好 ，ALL 看起来有点不太稳，这样看起来不太稳。哎呀，破底啊！这是什么图啊？哇，有点惨哦。ALL 完了 ，barbecue 了。我还说要看好它2026年，没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哇，这里累积成交量一大片啊，真的要把这里走完应该很久。目前在最大的成交量就在这里，然后第二个在这里，这里
很大一片啊，怎么办啊？然后目前这里有交叉，20 EMA 有交叉，20 EMA 看起来也要交叉，然后20、60、120都准备往上走，完了，感觉要下去耶。这我还要拿吗？我再考虑一下，这家公司我要考虑一下要不要拿。但是它的评级是厚的，它是厚的，但是它的评级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这家公司的评级好了，看一下它的 rating。会空手抓蚊子哦，以前都是10装败，然后自从这个 momentum 掉下来之后，哦，直接变成厚的，现在的评级到厚的。但是它评级如果出现 sale 或 strong sale， 我也会考虑把这张股票出掉，然后把资金分给其他那几家。OK， 讲完了，也就是这家公司呢，也就是一样，你现在手上有股票的话就拿着，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去买了。目前呢，我觉得获利能力，它只看 ROE 好像也没到特别好，应该这些东西也要考量进去，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好，那大家还想听哪几档呢？还是有什么想要听的股票？没有在这上面也可以，我已经讲3档，就是 NU、ALL 跟 AMD 这3档了。大家还想听什么？或是没有在上面榜单上也可以讲，还是要再听一个段子？哎，蜘蛛来了 ，SOXL 是什么？OK， 那就来看一下 SOXL。等一下这样太累，还是先听一个段子讲一个，听一个段子讲一档股票。哎，你这个是 ETF 吧？这是 ATF 吧？你这个是 ETF 哦。那等一下我们来看这档 ETF 是投资什么。现在听一个段子，要看哪一个比较多的吗？刚刚这个149.6万粉丝的日文老师，要听这个吗？这个蛮多爱心的，听听看。不见。前阵子小编才传给我一个频道，我看那个频道里面啊，就收藏了很多我们直播的精华啊。那事实上，我发现啊，这2年很多像是在 Threads 啊，在 Dcard、在脸书上，其实都有蛮多我们节目的那些摘要。那因为我们直播是免费版嘛，我想说大家交流读书笔记也不错啊。但小编说这个很特别，然后我想说哦，那很特别，那我一定要看一下。哦，他传给我的是一个 IG 频道，我一看这个频道叫做浩哥黄段子推广大使。我就看首页，很标准的那种思维导图嘛。这个图就是专门拆解那种复杂知识，因为我们的确一集直播量内容比较多一点哦。那你可以在图上显示讯息发散思绪，然后设定自己思考的边界，其实很不错。而且呢，我往右一滑，发现它不只是在做每天直播的这些总经知识的精华，往右一滑，整个影片区都是我们段子的精华。哇靠！我想说，你这样讲，那我笑话以后讲重复，人家不就知道了吗？可是他很认真啊，你看每天都剪哦，有时候一天2、3支影片，看起来是非常热心的网友。我还特别看了一下账号哦，这个账号很特别，叫做 Love How Girl Hentai 是变态的意思吗？怪怪的，好像怪怪的。好，那当然了，很热情啊，这也很感动啊。你看，在知识学习当中和幽默当中去取得平衡。但我看完这频道，我想说，我就很好奇嘛，我想说，因为他粉丝其实蛮多的啊，但是呢，如果仔细观察，他追踪人数其实也有69人。我想说啊，不禁好奇，他都追踪哪一些财经专家？虽然同行相忌啊，可是其实我个人也欣赏很多台湾的财经老师啊、财经专家啊，看看我可以跟哪一些大师并列，还是他都追踪海外的这些财经博主。然后我就点开嘛，结果一看，哇，全都是日语老师啊！我们频道这么多的英文资讯，有时候观众朋友已经很吃力了，想不到这位观众朋友他研究的都是日语资讯啊，而且都是一些专业的日语老师，好像水川锦老师。神木丽老师，有紫光，有金光光，小仓油菜，桃乃木香奈，风可怜，菊玛丽，还有小田优。小田优不是隐退了吗？我是说退休了，这老师退休了。所以投资朋友，这样就很好。投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广泛的阅读不要关注单纯市场情绪的变动，影响到你的持仓。有时候我们研究一些内生的经济数据啊，从一开始的财报到产业趋势到宏观经济指标，你建构的它就是一个全面性的分析框架。不管是不见，前阵子小编才传给我一个。OK， 原来这个频道真的假的？我看一下，没有吧？追踪这么多，哪有现在 Love How Girl Hentai？ 好了，继续讲股票。我看这档 ETF，话说 ETF 它这里面有一个这个 Top ETF 的个工具，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 Thinking Alpha 里面有这个 Top Rate ETF 的这个工具，来跟你讲目前哪一些 ETF 的排行，哪一些跑比较好。他们的那个 ETF 也有这个 Quant Rating 啊，也是蛮酷的啊。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来看这个 Quant Rating。我看一下，它是用哪一些指标呢 ？Ratings， 他们用的是 Momentum、Expenses、Dividend、Risk 跟 Liquidity， 也就是他们用5个指标来评断这个 ETF 的好坏。第一个就是动能，动能就是涨多涨少嘛，就是然后这个是费用率，然后这个股息收益率，还有这个风险跟 Liquidity 是流动性来看这个 ETF 好不好？但这个 Risk 我还没用它来研究过 ETF 的分数是怎么打，但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没有 summary 哦，这个不能叫他帮我念哎。那我先看一下，应该有 summary 可以按吧？没有，那这 ETF 在干嘛？我怎么会知道？我看一下，哦 ，Fund Profile， 哦，那你帮我念这里好了，翻译一下，又可以偷懒，叫他帮我念一下。Direction Shares ETF Trust. Direction Daily Semiconductor Bull 3X Shares. 是由 Direction Investments. 推出的交易所交易基金，该基金由 Rafferty Asset Management LLC 管理。它投资美国的公共股票市场。它透过衍生性商品和其他基金，直接投资于资讯科技、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领域公司的股票。该基金使用期货、吊期等衍生性商品来创建其投资组合。该基金投资于多元化市值公司的成长和价值股票。它旨在追踪纽约证券交易所半导体指数每日表现的3倍。Direction Shares ETF Trust. Direction Daily Semiconductor Bull 3X Shares. 成立于2010年3月11日，总部位于美国。该投资寻求的是扣除费用和开支后 ICE 半导体指数每日表现300%的每日投资结果。该基金将其至少80%的净资产投资于金融工具，例如吊期协议、指数证券和追踪指数的 ETF。这些工具结合起来，为该指数提供3倍的每日杠杆风险敞口，与基金的投资目标一致。该指数是一个基于规则的、经过修改的浮动调整市值加权指数，追踪美国30家最大上市半导体公司的表现。该基金是非多元化的，基准标准普尔500 TR 美元。OK， 反正它就是看起来是一个投资那个半导体业吧，它应该是，但是他们是投资半导体业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哦，然后去创造这个3倍的指数，就是半导体指数的3倍做多它，然后只是它只有投资30家，看起来没有投资到很多家哦。然后非多元化，也就是它是集中投资的。好，那我们看一下，看起来就直接你就是非常看好半导体这个未来，就是投资它就对了，看起来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好了。那我们现在看 Momentum， 半导体业现在走得很好嘛，我们台积电对不对？美光哦，来看一下，你看其他 ETF 走。1个月 2.28%， 它 50.04%，6个月 8.44%， 它124%，哇，每个都屌打，这个不用说了吧？屌打其他 ETF，真的这样还不错投资个3倍的这个报酬率，但是你就是完全看好这个产业，然后要加大曝险，我觉得可以投。然后费用率呢，看一下，费用率很贵啊。其他行业是 0.5% 就很多，它 0.75% 这个费用，然后 bid ask spread 还可以，然后看一下这个配息率，它不配息，完全没有配息的历史，应该没有吧？其他自导会连续配1年，它0次是吗？没有配息哦，好像没有配息哦。哦，没有配息成长没有，然后连续配8年，平常的配4年，一般的都配10年，配了8年。看一下风险，它风险不知道是怎么去计算的 ETF 的。
波动率啊，第一个就是波动率啊，因为它3倍做多嘛，所以它的波动率当然会比其他还高，但是到93.65真的是很高，其他大概9.69% 就很高了，它93.65，然后这是什么 ？Short interest， 看一下，做空吗？翻译一下，翻译一下。算了，不帮我翻，我记得不是可以啊，不行，那不能翻。好，看一下这个前10% Top 10 Holding，前10就是它这个 ETF 的前10档股票的权重占了多少？其他大概中位数占了41%，占了46%，也是占很大，就有点集中投资在前面那几档。然后年化的波动率呢，其他是16.54，它是118.23。Turnover 是换手率，一年 tracking error 就是追踪误差好像有一点大，追踪蛮不稳定的，这个 ETF 不太行。那流动性呢？流动性看一下好不好？流动性都还可以，其他的交易量大概都200多万美金，它13 billion， 然后这个3个月的交易量。3个月的美元交易量也都还可以，比同业的还好。所以说能不能买呢？我觉得你如果加大曝险的话，我觉得可以买，但是好像有点追踪不太稳，然后波动有一点大，所以这个如果你非常看好半导体业，然后我觉得你觉得这个风险你也可以承担的话，我觉得这场 ETF 可以加大你曝险那个对于半导体市场的曝险。那我来看一下，只是你要先去看它的这个原型是什么？因为你直接去投资3倍的话，就是你是说它是投资什么3倍嘛 ，SOXL 嘛，然后3倍，那你要先去看它的1倍叫什么？它的1倍叫什么？1倍，它投资1倍叫什么？有些人知道，通常你投资3倍，但是你的那个现行，我觉得看技术分析的话，一样去看1倍的就好，不要去看到3倍的。有1倍的吗？它是投资什么？看一下，半导体业好像没有。好了，不重要。这个吗？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好，大家再去找一下，就是先去对照它这个1倍的这个图。那目前看起来也是一路上往上啊。但我觉得可以找看那个1倍的图，这个我就不分析了。好了，那今天差不多快11点了，还有问题吗？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呢？已经开了多久了？看一下，开了哇2个小时21分，今天开了特别久那个红哥明天还要打球啊，我们不能开太晚。OK， 那差不多到11点就关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把握最后的时间。谢谢你，超厉害！没有，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下这个 ETF， 它1倍的是追踪什么的，然后去研究一下，看它那个1倍的是什么图。有吗？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最后的几分钟，7分钟可以问，差不多11点就要关了。然后大家可以的话，把握这个周末，这个周末好像是最后放晴的好日子了。最后放晴的好日子，宜兰景点，哎呦，问到重点了。等一下，刚刚还没看到这个，就是它前10大是后的这些股票，这里 holdings 可以看到它前10个 holding 是什么。我会看一下 NVIDIA、美光，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是 AMD 哦。这个 ETF 其实曝险蛮多，前面大的，但是如果你买这些公司，我觉得你就直接去买它的股票就好了，不一定要靠这个追踪，但是也可以有那个扩大3倍的曝险，还不错。晚安，红哥，明天打球加油。宜兰的景点宜兰的景点，今天可以跟大家讲我去爬什么山，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
今天爬的是登高林道，樱花林道，但现在还不是樱花季啊，所以有一点可惜，没有看到樱花。但是整个爬起来是很舒服的。然后一直以为今天会是下雨，但是今天竟然没有下雨，所以今天就穿错了鞋子，我穿的那个防水的，然后说哈哈想下雨，对不对？我就穿一个防水的，结果今天没下雨，那个防水那个底超硬的，超难穿，那个下山的时候有一点脚有点痛。登高岭道，今天爬的是这个在圆山乡这里，这个登高岭道，然后它就是这样一路这样走上去，爬了多久？爬了大概可能快3个小时哦，上下快3个小时。然后它有很多个那个路可以走，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走看这个登高林道。但我觉得樱花季应该有很多人，然后蛮多的那个遇到蛮多那个车速的人上去开车上去，然后睡在上面，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那种阿伯啊，就直接阿伯阿伯啊，不是阿姨啊。就是走一走，然后就找到那个地方，竟然就有一个休息区，然后就几个椅子就拉在那里，就开始休息，开始泡茶聊天，这蛮酷的耶。就是有人爬山到一半就直接坐在那边开始聊天，然后喝茶了，又能运动又可以喝茶，对不对？感觉老了的话会不会我也变成这样？然后在那个地方研究股票，然后发现信号好像不太行。啊，就推荐大家去爬爬看。然后明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可能再去走个步道吧。有吗？大家最近有去哪里玩吗？有什么地方好玩的？大家想要去哪里，或者是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哦，最近变胖了，不行，不要太吃好吃的，你们就自己丢着吃吧。然后明天麦当劳大薯要买1送1，很久没有吃麦当劳早餐了，明天想要去吃早餐。有推荐的农场吗？哇，农场，我推荐 FB 的开心农场，没有啦，我很少去农场但罗东有一个可以推荐的，罗东有一个那个斑比山丘大家都去什么张美阿嬷嘛，但我蛮推荐这个斑比山丘，大家可以去一下，在宜兰。如果你是中南部呢，中南部的朋友，这里可以看什么水豚菌看一些鹿门票也不贵，他们的文创做得很好，大家可以去这个斑比山丘，在罗东。那如果大家在中南部的话，可以去亲近农场，可以看什么绵羊秀也不错。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可能11点要准时关了。然后下礼拜3呢也会上影片，这礼拜上好像是交易记录的，就是这个主动投资者要怎么做交易计划，那是我以前做交易记录的一些会记录的东西，然后我真的都有，我是用 Google Sheet 记录，然后也都有那些东西，目前都还在。好了，看来大家没什么问题了，差不多要关了。好了，那就明天如果好天气，大家出去走走，对，不要再待在家里了。然后也快要过年了，然后过年我好像过年结束我要去露营，然后过年前我要去六福村玩，所以那一周的有一个礼拜六我不能直播啊，还有一个礼拜六，3月几号？看一下，3月7号嘛。3月7号礼拜六我好像要去爬山要去爬，我不能告诉你什么山，搞不好你们来找我所以爬山是礼拜六还是礼拜日？我看一下，应该是礼拜六但是应该爬早上，晚上可以的话还是会开直播，我会跟大家更新我的投资账户的状况我不能再忘记下单了。下礼拜1美股没开盘，然后下礼拜2我要把我的那个部位买进去。好了，那今天差不多就跟今天播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直播的话呢，还是可以那个下面那个影片下面那个赞，还是给它按起来，对不对？还没按赞的，快点，我现在一个抓，赶快按赞。有没有按赞了吗？好啦，没什么问题啦。那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频道，订阅我频道，然后我会持续的分享我的投资记录，还有那个我对投资的想法。好了，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再见了，大家晚安，拜拜。不。